好，我是翟潇闻。大家好，我是胡一天。大家好，我是姜妍。大家好，我是虞书欣。有缘千里再相会，有缘千里再相会。诚意满满中国味，诚意满满中国味。中餐厅第8季，每周5晚10点，湖南卫视、芒果 TV 双平台独播，会员抢先看，尊享加更版等更多衍生内容。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通过芒果 TV 国际版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。欢迎来到属于2个人的聊天空间，在这里你们可以聊聊心里话，解除困惑，分享快乐，也可以就目前的工作分享一下感受，在后续的餐厅运营中更好的去实现。你的问题是会越来越尖锐吗？最想问的都播不了，我想问的也不一定能播。我是走的那种犀利问答趴。有没有一瞬间被哪一个人气到过？这个能说吗？他们为什么觉得你像老头？觉得你爱说教，还是觉得你行为像老头？不是。那中餐厅算是你近1年来最累的一份工作吗？是我有生以来最累的节目。可以搞笑一点啊，其实选一个人做男朋友，你选谁？中餐厅里最难吃的一道菜。如果中餐厅第9季要邀请你来的话，你还会来吗？你还会来吗？你要赖谱，好尖锐。我就是，Hello， 姜妍小姐你好，幸会，欢迎来到属于2个人的聊天空间，在这里你们可以聊一聊心里话，解除困惑，分享快乐，也可以就目前工作分享一下感受，能够碰撞出更多想法，在后续的餐厅运营中更好的去实现。这种是可以搞笑一点的，其实是吗？对呀，搞笑一点。不然我先问你啊，我先问你，你觉得？如果在中餐厅里要选一个人做男朋友，你选谁？一定不选林大厨。你一定要选一个做男朋友，然后要说出为什么。要不广坦吗？为什么？没谈过外国人。而且交流也可以，是不是？我特别爱看广坦的笑容，他的笑容就像一个小孩，他应该是。对，也有点像动画片里的一个人物，永远都是非常有耐心的。对于自己的菜品，尽管它再繁琐，他都愿意花时间去做。最重要一点是没有跟外国人谈。老板可以的，可以。你呢？不是你不是一人问一个吗？你不能承接着我的问题呀。我本来准备好问题了，但是我觉得这个你可以试一下。下一个问题还有什么呢？你觉得最难吃的是什么？中餐厅里最难吃的一道菜？牛油果三文鱼球。哦，那个啊，那个我还行。那你是不是不太喜欢吃罗勒？对，哎，我就挺爱吃那个的。你说说这？每个人口味不一样。对。吃过最难吃的一道菜是什么？我想想啊，就是广坦那个锅贴。哦，我刚开始吃的时候，我是觉得好吃的。我越嚼越嚼，我的味蕾捕捉到了那个奶酪的那个味道。哦，那每个人口味真不一样。我，你知道我对那个锅贴，我还想说，昨天我闻这个芝士臭的要死，然后吃着锅贴觉得好好吃，然后我还想说，这可能就是食物和食物结合的那种巧妙吧。我想想啊，下一个问题还有什么呢？你在中餐厅中有没有一瞬间被哪一个人气到过？创到了？其实不是我，是我，不是说我们，因为我一直在揉面，但我耳朵都一直在倾听。你替别人生气了？对，我替别人生气了，但是跟我又没有什么关系，你知道吧？就是我听林大厨在说一天，我是感觉一天很多时候让我非常感动的。他是最多次数给我端水来，他从来没有废话，他都是走到点水，很多次，但是他也从来不会去说什么。抽个空喝杯水，我得看好你们喝水，你们忙的时候肯定没时间喝水。喝杯水，你们一会儿太忙了没时间喝水。谢谢，赶紧抽空喝杯水，一会儿怕你们忙了没时间。
给你喝啊？对，我怎么从来没有？他们怎么都区别对待啊？因为我一直在那儿是原地不动的，但是当有一个人会给我一些温暖的时候，我就我看到他一直在忙，李娜厨的备菜，广坦的备菜。全是一天一个人在那儿不停的在忙，就是他已经这么不容易了，因为他完全厨房小白，上来一定是懵的。你不熟悉厨房的动线，你不熟悉东西放在哪里。因为像林大厨，我也理解，他本身是一个主厨，而且还是有可能为他好。对，每个人真的是每个人不一样的。我对人也是高要求的，你对人就是会给他很多耐心，让他陪伴他成长。这个是每个人就是对人处事就是不一样的。是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然后另一个问题是，也是我个人比较想问的。其实之前呢，我对你还是有一些关注，虽然我们两个不认识。像苍兰诀，我们也一起聊过。录完中餐厅的话，后续的安排是更多的是在电视剧上呢，还是一些舞台上的一些演出？我当然更多的重心是一定是在演戏上面。有一些空余的时间，我还是会就是录个小歌呀什么的，参加一些小综艺啊什么的。很多人是因为我的综艺爱上我，所以我也希望能够我本人出来多跟大家见见面。就是因为他们对我来说，舞台、音乐、综艺、电视剧、电影都是作品，我只是想要一个好看的一个完整的东西呈现给观众。我是一个很在乎观众体验感的人。下一个问题，那你觉得目前为止对于中餐厅的菜色，你觉得在哪一方面有一些小遗憾的？小遗憾，这个我不知道谈不谈得上遗憾啊。我想的可能都是我们的一些中餐文化，包括我们的餐具，就是我们的筷子为什么它是7寸6？它是7情6感，上面是方的，下面是圆的，它是天圆地方。我希望这种东西是可以让大家看到的所以说对我个人而言的话，会有一点点小遗憾。还有什么？我还有一个也挺想让你展开说说的。你做了很多幕后工作，你在给大家拍照，包括每一个修图，你是怎么愿意把这个时间花在这方面？我觉得也可以展开说一下。我也是一个真实的记录者，就跟这个节目一样。那其实这个节目展现的就是我们大家一起相处，我们每个人的欢声笑语和每个人特点展现给大家。有时候节目播出来的东西不只是全部嘛，对。那我就会把平时我觉得你们很漂亮啊、很鲜活啊，或者大家看不到的一面记录下来，尽量还原当时我看到的那个场景，到时候能够带给观众。我也是在为了这个节目，因为平常那些小片啊、小花絮啊，大家都能通过这种点点滴滴看到我们发生的一切。我们一起拍一张，嘴巴放松，眼睛看我，对，可以，脸颊比心，3、2、1。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多多喜欢我们吧。还有嘞，你觉得就是在那么多天相处中，哪一天我的造型给你眼前一亮？你觉得是最好看的一套？我挺喜欢那个，就是我当时也是在揉面，我怎么弄在揉面？我一回头是揉面 NPC， 你站在楼梯上，超可爱。我当时还说特像一个手办，就这样一个小娃娃，堆袜小短裙那天，白色的，对，特别可爱。姐姐啊，好漂亮。还有那个也好看，前2天那个竖条，就正面、背面、侧面，我就各种角度看你，我都觉得好看。还有那个头饰都是很搭的，对，很漂亮。特别是在我们餐厅里面，然后那一身的搭配，我觉得特别完美。因为刚刚咱俩也聊到穿搭了嘛，如果说中餐厅除了你以外，这7个合伙人，就如果让你做一个排序的话，就是时尚排序，排名你怎么排呢？第一名就除我之外，第一名，我自己个人品味啊，应该是翟孝文，他的衣服，而且我经常不是说，哎，你怎么又跟我造型师同化了？我们俩经常穿的就是很合拍，没错，元素也一样。哇，你俩今天的衣服好像啊！不是吧，咱俩又小方格搭的，哎呀，别再follow我了。
你的发卡，我看看跟他衣服也是一样的，小方格和这个。你怎么又跟我搭上了？你每天不要再跟我配色了，好不好？第2名呢，小明哥。因为小明哥，别说他每天的穿搭都有小心思，今天是走那种霸总，明天走那种雅痞路线，后天还有小可爱，对啊，和小手链，时尚潮男路线。第3名的话，被我打造过之后的你，就是你好几套的衣服都是我觉得很显你气质的，就是因为我觉得穿搭也是个你要去认真思考的，因为那是你工作还有你生活的一部分。第4名是胡一天吧，对我来说我觉得有点素，就他也是可能方便做事，所以他是比较素的，可能也符合他的性格。是，但对我来说我是觉得有点素了。第5名是林大厨，因为2位大厨他们就穿厨师服嘛，林大厨偶尔还会那样子弄弄头发呀，换身衣服出门，但是广坦一直就是一身厨师服，我没办法去就是评价他。就最后1名是尹正是吧？哦，对，这个完了。最后1名是正正。对，不是胡一天后面我觉得是正哥。就感觉他有一种随意派，买了那个新款的衣服穿上身的感觉。你看这种不太在乎穿搭的人，对。最后1名是广坦老师，因为他每天就是一身那个厨师服嘛，也看不到他的穿搭水平。还有什么问题啊？均匀点，让我先问你喽。也行，好。如果下一季邀请你，你要来不？我觉得要看那个阵容搭配。希望和谁一起？希望见到谁？我觉得我们原班人马是不错的，但是在对于节目上的一些环节设置，我要看。如果很有意思，去的地方很好玩，我有可能会来。因为虽然我们在一起很融洽，但人和人多待了是会厌倦的。有时候就是真的距离产生美，我们就让美好的回忆停留在21天也是可以。人是要觉得要就是适可而止就好。姐姐，如果有第9季，你还愿意再来吗？我的回答和你一样。地方好玩吗？人都是谁呢？看那个场景设置啊。是的。就如果有那种出海的，然后自己找食材，哇，好爽啊！真的吗？那种我就有点愿意。这个是什么啊？就是它，因为它是一个完全未设定的，就是你捕捞上来这个东西，你都不知道能捞出什么。你捞完之后你就想。这怎么吃呢？我能做什么？一起动脑，然后每天打捞上来的东西，我们捞出什么，你们就吃什么。而且这种的话，虽然我又累，但是我又想去，只要钓不到东西，因为我很喜欢海钓。对呀，海钓是可以的，或者去那个就是蔬果园、果蔬园，然后问那个农家乐什么这种的，这种的话还会有一点点小兴趣。公开问题，2个人都要回答。第一个问题是，目前餐厅营业中，你认为哪个环节做的是最好的？还是餐车吧？对，我也觉得是。喜欢餐车是。在餐厅的话，有的是在后厨，有的是在前厅，但是餐车不一样，餐车是我们所有人一起的高度参与，就对于我们一大堆人一起交流，关系变得更加融洽紧密，还是餐车这个环节。第2个问题，这几天各自最失落和最有成就感的事。我最失落的就是关于做馒头的时候，就在那个6月份的时候，5、6月份吧。然后法国的烘焙节上，馒头就成为 C 位了嘛。就是它是我觉得值得去让大家知道的，跟面包有点相近，但是它有1000多年的历史。但是因为用的是这边的面粉，做馒头的过程中有一点失落，有点小挫败感，有一点啊。这方面这样咋整？哎呀，愁死我了！哎呀，孔太大了。真可怜。最开心的是呢？最开心的其实是我那个定胜膏，你也尝试了，超级难，稍微一碰就会坏掉了，散掉。所以第一次成功的时候是肖文，他帮我拉开的。怪不得你们俩一起尖叫。当时我那一刹那的反应就是惊声尖叫的击掌。怎么开？抓这2个，直上直下，也不能歪。OK。但
是你不觉得，就是冥冥之中就是有这种含义？这个定胜高，那天看了你写的字帖，我觉得它就是为你自己准备的。它就代表不是古代将士能够就是凯旋而归吗？然后那时候你做定胜高，然后你要去白玉兰拿，然后正好你回来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个字帖还有定胜高，你做的这一切真的就是为了你自己。哎呀，还可以这样。所以你那时候你不是走了之后，然后你写那个字帖，我就每次都拿出来给客人展示。哎呀，你这个太细腻了。正好里面还配的紫色，紫定胜。对啊。接下来讲一下我最失落的事情。哦，对，你最失落的事情是什么呢？平时我觉得我做的事情，因为大家都是经常鼓励我、夸奖我，做什么都夸我，没什么可失落的。最有成就感的是我每一次的员工餐都获得了大认可。一开始的那个炒饭，还有我的煎饼，还有捞菜，我也很有成就感，包括很多甜品。对，是很多了，我成就感事情太多了，很容易夸自己的。第3个问题，经过2周的餐厅经营，8位合伙人中，默契程度最高的合伙人是谁？生活和工作2个维度。生活中一定是你。我也是，那我就回答了。一定是咱俩。我觉得这21天，纯的24小时，在一起的，应该就是咱俩了，是吧？对，所以一定是默契度最高的。在工作上默契度高的应该是肖文，因为他一直在帮我，从我最初做定胜高到昨天鸡腿，就可能他跟我一块儿做事最多，所以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默契度越来越高。我默契度就生活上肯定也是跟你啦，因为我觉得就是在短短的这20天吧，还没有到20天的接触当中，就是我们有一种已经有那种老朋友的感觉，而且有时候呢，我们对于一些人和事物的那个反应，对，感觉就是我们俩只要一对眼神，就大概能知道你懂我，我懂你，所以我们都也就不需要用言语，我们才是真正的。我们2个是用小触角交流的。对。然后工作上的话。工作上我也觉得是肖文了，因为从一开始我要做菜单的时候，也是他帮助我。你需要帮助吗？我想要帮助。从这里开始。We will。这里开始。还有跟我做百香果气泡水。OK， 别快在这里，别快。还有我们一起出餐车。工作餐的时候，他也是经常第一个很捧场嘛。哇哦！然后他很需要鼓励，只要不停夸他，他就能帮我做一些事情。剪得太好了吧！哎呀，你真的很会给人提供情绪价值。就是这个节奏，完美。所以说，工作上最默契的应该也是肖文啦。第4题，今天采访的2位合伙人相处过程中，有没有被对方感动的瞬间？为什么？我太有了。要对我。我当然是啊，不然是谁呀？我感动啊！最感动的是那天晚上，你把我的所有的衣服，包括你的，都摊开来，一件一件给我搭配，然后每一件还精细的给我搭好饰品和定妆照，这个是非常不可思议的。可能我不说出来，大家都不知道，我心里是非常温暖的，因为没有人为我做过这样的事情。也许它是，一瞬间，一天，但是可能在未来我们结束之后的记忆中，它是会是很长久、很难忘的。因为呢，我不是就是那种很会去讲感动话的人，但是呢，我是很能知道，就是说这个人是什么时候。我就会认为他就是我的好朋友，或者我就是会跟他用真心对待他的人。我觉得有好几次，第一次是我们在机场，我一上来就是我不是挽着你的手跟你聊一聊，然后我们坐在那边聊天。Hello， 星星好，姐姐你为何烧什么菜呀？然后呢，我们就一起要去选房间，不然我们俩睡一间。我可以，你可以吗？我都无所谓。那我们俩睡谁？你去全世界的美图都被我拍了，真的。明天我
我们挣大钱了，姐姐陪你来买啊。明天我一定要加油。好的，你不吃吗？我也吃呀。外面的你别等我啊。不是等你一块儿吗？我又说梦话了吧？他经常说梦话。但是最让我感动的还是得奖回来之后，回来啦！加油，姐姐！小星星，好久不见，感觉海边漂亮死了啊！看到你开心死了，小心啊，宝贝。就是你总结的我有一些我自己都不知道的其他的优点，并且想让大家知道我的好。真的，今天好棒，好漂亮。看有没有中国书香风的感觉？这是白玉兰，好好看呀！谢谢我的宝贝，姐姐，宝宝。我觉得我们两个感动都不是说当下，或者说哎呀好感动什么什么，都是比较默默藏在心里，而且就是会去记得这个事情。怎么样？我们说太好了吧？这是新的一个访谈栏目。感谢2位今天的走心畅谈，相信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大家都能好好的蓄能充电，为更好的中餐厅而努力。畅聊环节结束，谢谢。好了，不得不说我们俩还是很适合做主持人的哦，应该让我们去采访他们。可以吧？可以啊，我可以采访啊，那也另外给我结钱。我们说太好了吧？而且你是走的那种真心趴，我是走的那种犀利问答趴。对。听说你经常会给妍姐端水喝，我怎么从来没有啊？我可以给你端5粮液，因为他们厨师在后厨忙的时候顾不上喝水的。我也顾不上啊。那是我工作上疏忽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尹正。大家好，我是黄晓明。有缘千里再相会，诚意满满中国味。有缘千里再相会，诚意满满中国味。中餐厅第8季每周五晚10点，湖南卫视、芒果 TV 双平台独播。会员抢先看，尊享加更版等更多延伸内容。